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來自匹克的蜻蜓 3.0 EX。相比之前普通版本的蜻蜓 3.0， 它在鞋面方面变化巨大，取消了原来的八爪魚系带系統，鞋面的材質也換成了更有質感、強度更高的角棕鞋面，還把整一個鞋面系統改成了現在的襪套式鞋面。但是在中底方面跟普通版基本沒啥區別，除了把原來的奧斯萊的鞋墊換成了現在的 EVA 鞋墊之外，沒有任何的變化。那相信看過我之前蜻蜓 3.0 測評的兄弟們應該也都知道啊，我非常喜歡那雙鞋，但是啊，就是它的中底缓震，對於我這樣一個190斤的胖子來說，確實會有點不太夠用。即使正常的投籃訓練，都會出現比較明顯的震腳感。雖然普通版本的蜻蜓 3.0 有着讓我魂牽夢繞的頂級鞋腳一體性，但是真的要打球，我完全不會去考慮它。當然啊，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之前有很多兄弟反饋的，它的八爪魚系帶系統很難調節到一個合適的鬆緊度，一旦拉太緊就會出現腳酸的問題。這兩個問題都是普通版本的蜻蜓 3.0 身上比較明顯的缺點。那這一次的 EX 版本在這兩個方面有沒有改進，以及它原有的優勢有沒有被保留下来？接下來就跟着當子的節奏，一起來深度了解一下這一雙蜻蜓 3.0 EX。抓地是這一雙鞋身上比較明顯的一個弱勢項目，雖然在大部分情況下它的抓地都沒有問題，但是當我們在做一些比較大力的側向制動時，它的指滑就會變得非常不乾脆，因為外底的紋路偏細偏軟，在制動時外底的橡胶很容易出现形变，這就導致了指滑效果下降的這一個情況。而且啊，它的外底橡膠也會比較容易吸附灰塵，在有灰塵的場地上面，指滑效果會有比較明顯的下降，需要經常用手去擦着鞋底才能保證腳底下有夠用的抓地力，這一點大家必須要注意一下。而且它的耐磨也並不是特別出色，外底的橡膠比較軟，紋路也比較細，打外場啊真的堅持不了太久。我還是更推薦大家只在室內的木地板上面使用。抗扭依舊還是非常差，跟普通版本一樣啊，没有任何針對性的加強。中底外露的 TPU 基本上沒啥強度可言，在冷鞋的狀態下，我們都能將它的中底啊隨意扭動，穿在腳上，當鞋子熱起來之後，強度會進一步下降。所以這一雙鞋一定要是精英選手才可以去選擇。在做一些大幅度動作的時候，你要更多的用自己的足部力量來頂住腳底下所需承受的慣性。如果你沒有足夠出色的足部力量，那你穿這一雙鞋可能會給你帶來一些不必要的傷病。但是如果你有足夠出色的足部力量，那你就可以在這一雙鞋身上體驗到頂級的來自中底的鞋腳一體性。不管你做什麼動作，它的中底啊都會與我們的雙腳完美貼合。跑動啊、變向啊、交叉步啊，不管做什麼動作，腳底下的球鞋就跟粘在腳上一樣，不會有絲毫的遲滯。這種體驗你在其他任何一雙鞋身上都體驗不到。蜻蜓 3.0 以及這雙蜻蜓 3.0 EX 就是獨一檔的存在，這也是這一雙鞋啊最大的魅力所在。穩定性自然不用多說，極低的重心加上基本沒什麼太多腳感的中底，穿在腳上啊就特別放心。但是这是一雙極具風格化的籃球鞋，它不僅有着獨一檔的鞋腳一體性，它的靈活性也是非常頂級的存在。收窄的外底加上全弧形的外底造型，在設計這一雙鞋的時候啊，我相信設計師就完全沒有考慮到過這個防側翻這一點。這一雙鞋沒有任何針對防側翻的設計，如果你的腳踝力量不夠出色，千萬不要考慮這一雙鞋。但是如果你對於自己的腳踝力量有足夠的信心，那你就能去駕馭它，你就能享受到這一雙鞋所帶給我們的頂級靈活性。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說這一雙鞋啊是更適合精英選手去進行選擇的鞋款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基礎性能方面，這一次的 EX 版本啊，跟之前的普通版本沒有任何區別，性能下限沒有任何的提升。我本來還挺期待啊 ，EX 版本能在中底強度方面稍微適當的提高那麼一點點，在中足部位放一塊小的 TPU， 加強一點中足的剛性。但是事實就是這麼殘酷，沒有任何的改進。但是蜻蜓 3.0 EX 在我整體體驗下來，它會比蜻蜓 3.0 的普通版有着更加出色的實戰體驗。首先，在腳型適配方面，之前普通版本的蜻蜓 3.0， 因為在系帶系統方面用了那個八爪魚的系带系統，確實啊，它對於球鞋中段的包裹鎖定提升非常大，但是你必須要調整到一個非常合適的鬆緊程度，才能避免掉腳酸的問題。而 EX 版本直接捨棄掉了原來的整一個鞋面系統，改用了現在的襪套式鞋面。雖然中段的包裹鎖定確實會有一定的下降，但是鞋面舒適度
以及鞋帶的鬆緊調節都比之前好了非常多。但是有一件事啊，是你购买了这一双鞋之後必須要去做的。蜻蜓 3.0 EX 的鞋带在默认状態下是从外往內穿的，鬆緊非常困難，把鞋帶重新從內往外穿一遍，整一個繫帶系統的鬆緊就會變得非常輕鬆，不管是穿還是脫都會方便不少。還有啊，就是我們每次穿進去的時候，它的襪套鞋面在前端都會皺起來，我們在穿進去之後必須要稍微去拉一拉它的鞋面，不然在褶皺處就會出現一點點卡腳的感覺。這兩個情況啊，大家也必須要注意一下。而改用了襪套式鞋面之後，它的中段鎖定相比之前的普通版確實會有一定的下降，加上它的鞋墊會有那麼一點點偏滑，在做一些急停動作的時候會有輕微的頂腳趾情況出現。除了這個問題之外，它在鎖定方面的表現都沒有問題，後跟鎖定依舊頂級，鞋腳一體性依舊是天花板級別的存在，不管是鞋面的一體性還是中底的一體性都非常頂。只是硬要去做比較的话，那確實它會比之前的普通版要稍微差那麼一點點。而至於它的鞋面強度跟之前的普通版沒什麼區別，依舊是正常夠用的一個水平，加上它頂級的鞋腳一體性，不管做什麼動作，它的鞋面都能很好的兜住我們的雙腳，放心早就完事兒了。而它最大的提升啊，你一定想不到，其實來自於它的中底。雖然相比之前的普通版，它只是把原來的奧斯萊鞋墊換成了有一定厚度的 EVA 鞋墊，但是我穿着一個 EX 版本打球的時候，能明顯感覺到它的緩震會比之前的普通版好了非常非常多，提升非常明顯，是從不夠用到夠用的一個質的變化。這一次的 EX 版本啊，我在做一些後跟制動動作的時候，完全沒有出現過任何一次震腳的感覺。雖然緩震依舊不算特別好，但是起碼我敢穿它去實戰了。我190斤的體重，正常實戰完全沒有問題。只要你不是對於緩震需求特別大的球員，那它就能滿足你的需求。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體重以及對於緩震的需求自行考量。除了緩震方面的提升，其他方面基本上沒什麼變化，整一個中底的過渡依舊出色，在正常跑動或者蓄力起跳的時候都不會有任何斷層的感覺。雖然它的中底啊並不能給到我們什麼特別明顯的力反饋或者是推進感，但是它出色的鞋腳一體性以及單支41碼300克左右的重量，穿在腳上就跟沒穿一樣，再加上它極致的場地感以及反應性，你給它幾分力，它就反饋給我們幾分的運動表現，力的損耗非常小。這種體驗我在其他鞋款上從來沒有體驗到過。硬要說的話，可能亞瑟士的 Geohoop 系列有那麼點意思，但是蜻蜓 3.0 會比 Geohoop 更加極致。如果你是保底快靴的忠實擁躉，那蜻蜓 3.0 你必須要體驗一下，不管是普通版還是 EX 版本都沒有問題。蜻蜓 3.0 EX 亞當球鞋主觀評級 S 減。EX 版本相比普通版最大的一個提升啊，就是緩震方面的提升。雖然提升並不是特別大，畢竟只是換了一副鞋墊嘛，但是是從不夠用到夠用的這樣一個質的變化。之前的普通版啊，我是完全沒有辦法穿它去進行實戰的，而這一次的 EX 版，我可以正常穿它去實戰了，穿它去打一些正兒八經的比賽了。虽然啊，提升就只有那麼一丁點，但是对于我來說，提升真的非常大。之前的普通版我就非常喜歡，但是就是緩震是真的不夠用，正常跑動啊、制動啊都會覺得震腳。但是 EX 版在我單純使用腳後跟着地的時候，震腳的感覺我也完全可以接受，真的非常棒。頂級的鞋腳一體性、頂級的場地感和反應性，還有着頂級的靈活性，一雙能夠同時擁有這麼多頂級性能表現的籃球鞋啊，那就是毋庸置疑的一雙頂級實戰鞋。但是說真的啊，如果中底剛性能稍微再提升那麼一點點，就真的完美了。那什麼類型的球员可以去選擇這一個鞋款呢？首先，你必須要有不錯的足部力量。如果你经常會習慣性崴腳啊，或者對於球鞋的強度需求本來就很高，那你就完全不用去考慮這一個鞋款。其次，你必須要是打法偏向於外線的球員。當然啊，內線球員應該也不會對這一雙鞋感興趣吧，對吧 ？OK， 只要你能滿足以上的這兩個要求，我覺得你就應該要去體驗一下這一雙鞋。這一雙鞋真的會顛覆你對於籃球鞋的認知。穿上這一雙鞋啊，你就能知道頂級的鞋腳一體性究竟能給我們帶來什麼了。OK， 這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了。再次感謝大家觀看本期的亞當球鞋，那我們下期視頻再見，大家有空來做 ，Peace。